我這樣打比方比較好。這是我的台灣牌。我打下去就沒用了。最有用什麼時候？我威脅要打的時候。这不還沒。但我不會真打。我每次把牌一拿起來，哎，那就有用了。但我不能打下去就沒了，對不對？所以台灣牌是這個意思。奧巴馬什麼事都沒做，剛剛上台第一天就得諾貝爾和平獎。你覺得川普看了不生氣嗎？他是很在意的東西的，所以他覺得他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所以我認為他必須考慮其中選舉。更重要一點就是對他來說，他可能覺得最大的戰略對手呢是中共。那如果我把力氣或這個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這兒，那萬一中共幹什麼事兒，那我怎麼辦？所以他還這邊必須收縮。所以你說川普有沒有興趣繼續推動亞伯拉罕協議？當然有啊，對不對？他說，希望大家都來參加。然後這個譬如說沙烏地，希望你來簽，卡達簽，土耳其簽，埃及、約旦、巴基斯坦都簽。然後簽完之後呢，大家都來跟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等到沙烏地什麼都簽完之後呢，說不定伊朗問題解決，我請伊朗也來簽。哎，這個就很了不起了。你不要說伊朗，就算伊朗不簽，剛剛那些國家簽了一半呢，他都可以得諾貝爾和平獎了。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最近大家當然還是持續在關注中東後續的這些相關的發展。我們看到在這一次這個美國跟伊朗的衝突打停停哦，談協議又在打，看來好像就差這麼一步，有機會來簽署這個和平或者是相關的一些協議，這自然引起大家非常大的一個關注哦。所以真的嗎？這個簽完之後，中東因此這些事情就會結束嗎？我想我們今天可以好好來談一下。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再次邀請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明居正老師哦，好來幫我們針對中東最新情勢的一些進展來幫我們分析。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老師，我想大家也很關注哦，這場戰爭當然比起這個俄烏的戰爭哦，顯然對全球的影響的明顯的程度是更高。那我們看到談判有結果了，大家當然好奇說，為什麼呢？為什麼伊朗的革命衛隊、伊朗的現在主政的部分會願意妥協？所以老師你怎麼看？沒有錯了，雙方現在打得都有點累了，各有各的理由，但是差不多。不能說是問題完全解決，但至少大概停火應該是比較接近了，就接近收尾階段，可以這麼說。那雙方，你剛剛就提到說雙方的願意停下的動機是什麼？應該說雙方各有動機。我們先說美國吧，因為這次看起來美國是主攻者。先看他，第一個是消耗彈藥，大概他沒有想到消耗到這麼大的地步，所以不是講說。他要補充他的庫存，幾個方面都補充的話，可能需要4-5年的時間嘛，所以他很擔心。這第一個。第二就是美國，畢竟老百姓就民意對於這大的這些政策呢是有一定影響力的。現在至少我們這樣說吧，美國國內的反戰聲浪是越來越大，雖然沒有到達越戰那個階段，但是對川普來說呢，還是有一定的影響。這第二個因素。第三個因素是經濟沒有他想象中那麼好，他的關稅效果沒有他想象中那麼大，又被法院打了折扣。然後雖然他嘴巴上說我不在乎期中選舉，但是你很難相信他真的不在乎期中選舉。我們這樣說吧，萬一他丟掉了上院，他很多政策可能不容易過；丟掉下院，很多政策根本提不出來。丟了2院，他可能就不用玩了。所以大概這個他再怎麼說，我認為他必須考慮其中選舉。更重要一點就是對他來說，他可能覺得最大的戰略對手呢是中共。那如果我把力氣或這個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這兒，那萬一中共幹什麼事兒，那我怎麼辦？所以他還這邊必須收縮。那伊朗的理由你剛才已經說了，他被封鎖到已經就基本上活不下去了。它石油被封了，然後化工材料出不去，它的經濟是接近崩潰邊緣。那現在，因為如果坦白說，如果川普真的有能力再多封1-2個月的話，它裡面革命都很可能的。所以對伊朗來說呢，這第一個理由。第二理由就是，你覺得
以色列現在不會想辦法再針對他的革命衛隊去進行斬首嗎？非常可能啊！以色列只要拿到情報跟美國講，那美國就會動手。美國不是最近也又炸了一些人嘛，所以他們這個東西他是必須考量的。第三個就是，我不認為伊朗現在受到這麼大的外部壓力之後呢，它內部呢依然非常團結、非常緊密。我不太相信，因為你從他最近這幾個月來的這些對外和談、核戰的動作呢，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有人說他們玩兩手策略，我說不像，不是玩兩手策略，而是內部呢溫和派跟激進派呢雙方動作不協調。我看起來比較像是這樣。所以意就是說，它內部應該有政治鬥爭，而政治鬥爭到一定程度呢，可能會激化社會革命。所以對伊朗來說，它有比較強的動機呢，想要停戰。不管這個停戰停到什麼階段，他會考慮。這第二個。第三個，你說中共有沒有介入？當然有介入。中共是不得不介入，因為對他來說已經卡到他脖子了。現在打仗的是美國跟伊朗，但卡到了中共。美國封了荷姆茲海峽之後呢，伊朗石油出不來，中共那些渤海附近那些、天津附近那些小的煉油廠呢，基本斷炊。然後化工原料出不來呢，中國大陸大概我看的數字是50%到70%的化工廠呢是拿不到原料的，所以基本已經停摆了。甚至到長三角到珠三角呢都有這種現象，所以他不得不進來这個介入一下。而且就是他介入之後呢，當然表面上的話講得很漂亮啊，不要用戰爭解決問題，不要影響國際貿易等等。那麼你搞台灣影響也很大，甚至更大呢。那你為什麼不說呢？那現在為什麼伊朗你出來說話呢？因為影響到你了嘛。所以他第一呢，他想保持伊朗現政權，因為對他來說，伊朗現政權呢對他幫助比較大，然後對他比較友好。所以保住伊朗現政權呢，保住我中共對伊朗的影響力，這第一層。第二呢，我們過去講過，伊朗是我中共“一帶一路”呢進到這個中亞地區，然後從中亞呢跳到歐洲去一個重要的一個節點。沒了伊朗或伊朗變色的話呢，我很麻煩，所以我保“一帶一路”。第三呢，我不但保住了這個“一帶一路”呢，我可以借此呢對於中東地區呢有相當影響力，那這個也不能丟掉。第四就是，如果伊朗現政權能維持，然後他還能夠打代理戰爭啊，我們會談到什麼胡塞組織啦什麼的幾個，如果我能維持住這幾個的資源的話，那我可以牽制住美國。所以對中共來說呢，幫助伊朗是這個一舉數得的動作，他不能不出來。他自己也被卡了脖子，然後他有其他戰略考量，所以當然會出來去推動和平嘛。對於目前像老師所說的，大體上大家還是朝向在和談，感覺就是剩下什麼時候來做這些協議的一些簽訂哦。那當然我很好奇說，美國到底最終對伊朗的期待會是什麼？那當然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所謂的核武哦。那老師怎麼看呢？對啊，你剛剛說這個美國對伊朗態度啊，對啊，美國在1979年以前跟伊朗關係非常好啊，巴勒維政權嘛，那時候不是開玩笑說巴勒維是美國的這個提款機嘛，你要什麼，你要多少錢，你跟我講，然後你就拿一堆武器給我。1979年科梅尼革命之後，那伊朗一變天，然後跟美國一衝突呢，就搞到現在。所以我們上次講過，美國對於現在伊朗的問題呢，它大概是上中下三層目標。上層目標就是推翻這個伊朗的神權政權，然後廢掉你的核武，然後那個斬斷你的這個外面代理人戰爭，大概是3大目標。就是上策，那3件事情都做到的話，中策就是如果沒辦法推翻神權政權，那至少我把你的核武拿掉，把核子牙齒拿掉，然後再斬斷你這個出去養這個代理人這隻手呢。那可以叫中策，就達成2個目標。實在不行，下策就是我只是廢核武。那現在對美國來說，就是原來呢，因為他們會在2月28號會動手去打呢，應該就是大家說要被以色列拖下水，也是也不是，因為對美國來說呢，他有這個意願，對他來說也是他的國家利益，所以他想做。所以如果真的是以色列拖他下水的話，以色列應該這樣講的：我現在拿到很好的情報，我知道伊朗的高層呢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開會，
他這個我有蠻準確的情報，只要這個他們再開會的時候，我會跟你講，然後你啪一炸，全部炸完之後呢，人民就起來革命了。美國一聽覺得很有道理，那可能會這樣，所以一炸是成功了啊，基本上都炸死了。川普自己講嘛，他內層都炸死了。原來我們屬意的談判對象比較溫和的嘛，也炸死了。所以我說我真的炸成功了，但是炸是炸了，但是呢，神權政權呢並沒有因此瓦解，人民沒有因此而起義，沒有推翻，沒有出現政權更迭這個現象，所以這個是沒有成功的。所以換句話說，上策的第一目標沒有成功，那原來以為說拖一段時間就成功，就發現也沒有成功。到現在美國有點吃不下的時候呢，他只好放棄上策，那就希望是追求中策。我們把中策再講一次，中策就是要廢掉伊朗的核武能力，雖然他還沒有核武，但他有核武接近核武能力了，那廢掉他核武能力。第二呢，就是斬斷他出去這個支援代理人的手。美國希望追求中策，大概是這樣子。我們認為以色列可能不放棄上策，我們等一下再說。好了，所以當美國放棄上策，暫時追求中策的時候呢，他現在要處理的急迫問題，就像剛剛說的濃縮鈾的問題。現在外面的消息都說，伊朗手上的濃縮鈾呢，到達這個60%濃縮鈾的這個等級的呢，大概450公斤左右，就差不多是1000磅。那這個是應該我猜是美國跟以色列雙方的情報機構呢，經過多次研判之後得到的數字，準不準確不知道，但有可能準確，也有可能不準確。那萬一伊朗真的有1000公斤呢？對不對？他是450被你看到了，那另外550還有你沒看到的，那我們不曉得。好，那現在就以450為標的。好，那現在美國就是說怎麼處理這450公斤濃縮鈾？美國希望的第一個最好的結果呢，就是交給我美國來銷毀，我美國來保管，這是最好的。美國能接受第二個這個可能性就是你交給聯合國原能總署，原能總署進來把它全部拿了，原能總署來保管，這第二個方案。那現在外界傳出第三個方案，就是把這些核原料呢交到中共和俄羅斯手上。我覺得這可能性不大，聽起來也很怪，對不对？对，美國看中共和俄羅斯是準敵人，就算不是真的是準敵人，那他們的核武都已經構成威脅了。你現在把這些核原料交給他，還送給他，那他不是平白，這省了很大力氣，所以這可能性不大。當第四個可能性就是讓伊朗自行銷毀，我猜這可能性也不大。所以總而言之，就美國大概能接受前2個方案。那現在看就是雙方最後公布出來這個結果是什麼？那第二個目標，中策第二個目標就是伊朗不再支持這些代理人，真主黨啦、哈馬斯啦、跟胡提組織啦，加上這個伊拉克跟敘利亞裡面的什葉派民兵等等，大概是5個方面。應該這樣說，我猜啊。伊朗被壓到受不了的情況下，他會先答應。至於說將來什麼時候恢復，那看他什麼時候恢復元氣再說。至少我答應你說暫時不做，這個我大概可以，因為我現在火燒眉毛，我沒辦法。好，但是這個事情啊，因為對美國來說呢，是一個啊，你不要威脅區域啊，你不要威脅我什麼的就夠了。對以色列來說呢，它是一個，但不能說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但對以色列來說就是，對了，你現在沒有核武了啦，然後你不去支援別人了，但你的神權政權還在，然後你又能買賣石油，過了5年10年之後呢，你國力又恢復了，你剛做的時候你說不做事，你可以再做，因為你有能力在做了。伊朗自己是產這些核原料的，他自己就可以開挖，然後自己可以精煉，他可以做這件事情。然後，如果我石油賣錢了，我天然氣賣錢了，我再去資助什麼哈馬斯的資助真主黨，也可以做得到。所以對納坦雅胡來說，他覺得不夠，他追求上策。那現在問題就是，川普用什麼辦法去說服納坦雅胡接受中策？這我覺得有一定難度。好，那一開始我也提到，
基本上川普在就任第一任當然有談到了，希望來簽署這些相關的一些合約哦。那當然，我們大家就很好奇說，現在川普也跟着中東許多地區的國家通話，那大家會好奇，就是說他只是單純處理現在伊朗的問題，或者就像剛剛所說的，想要重新把中東的新局從釜底抽薪，根本的問題解決。老師怎麼看待這個後續的可能的一些狀況？我覺得其實還蠻複雜的。反正這個中東事情，我說可以講很長，講很多集。不過我們先談，就真的你剛剛談的問題哈。現在急着解決伊朗，是因為伊朗長期威脅區域安全嘛。他不管是用石油也好，或者用戰爭跟伊拉克打仗也好，或者說他去爭奪這個中東地區領導權也好，他然後就支持這些代理人戰爭，他的確對區域安全呢造成了很大的威脅，所以大家當然希望說能夠解決或至少淡化威脅吧。這是第一層。第二就是這次2月28號戰爭爆發之後，伊朗的確攻擊了周邊國家。雖然他講的名義就是因為我攻擊你們是因為你們有美軍基地，我打你們裡面的美軍基地，但對那些國家來說，你是打到我了。不管你是瞄準美軍基地沒打準也好，或者你直接瞄準我也好，反正你打了我了。所以這些國家覺得說，那你伊朗這樣的話，我沒辦法容忍你。所以大家也看見伊朗的神權政權呢，對周邊國家是威脅，所以這些國家很多是有這種想法，就是要讓伊朗的政權更迭，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前大概差不多，現在講有1個月了吧。我們聽到沙烏地聽說大力支持這個美國，說你去打，我要給你錢。然後阿聯也說你去打，然後我給你錢，甚至我幫忙打。阿聯差點宣戰嘛，對不對？第三個是卡達，卡達說那你去打，我也支持你。其他一些國家呢可能也表了態，但是外面看的消息不太多。所以你說川普為什麼打電話給大家？一方面是想，就是說我如果推這東西，你們有什麼反應？你們覺得好不好？你們覺得可行不可行？或者川普再慷慨一點，就是那我有一個基本構想啊，你們討論一下，我們共同來修改這個構想到大家能接受的地步。那這個是算是最這個寬宏大量的了。所以他想的大概就是亞伯拉罕協議為藍本吧。亞伯拉罕協議我們得簡單介紹一下，川普不是上次做過一任嗎？他在2020年9月在第一任的時候呢，他就出來斡旋什麼呢？程序原來的那個基礎。因為原來中東那個重大的一個衝突的根源呢，是以色列跟周邊阿拉伯國家處不來，大家打他，他打大家，所以美國歷任總統呢就想要就是致力解決這個問題。譬如說，這個最早促成了以色列跟埃及的關係正常化建交了，然後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後促成以色列跟約旦建交了。所以川普上來之後呢，就推着亞伯拉罕協議。2020年9月，他推出來，讓以色列跟阿聯跟巴林的關係正常化。不簡單呢，這已經成了2個國家了。那後來摩洛哥跟這個蘇丹呢，也參加了。再後來就是哈薩克跟敘利亞呢，也說要參加，這就不簡單了。敘利亞是周邊國家，哈薩克還不是啊。哈薩克在這個新疆的西北邊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它是中亞5國裡面最大的一個國家，它當然也是也是裡面信奉穆斯林比例也很高，所以一般我們稱為穆斯林國家。那麼他也願意參加，這對地區來說，乃至對世界政局來說呢，都算是一個正面強心針。所以這個協議的核心呢，簡單說就是用安全換這個經濟，或安全換和平。以色列呢，大家不要看它國土小。大概以色列認真這樣講哈，大概那個整個大巴勒斯坦地區呢，就是以色列加巴勒斯坦呢，差不多4萬多平方公里，比台灣大個10%幾的樣子，不到10幾，不到大概20%吧，上下吧。好，但是以色列科技非常發達，然後他旁邊打仗打這麼久，所以科技非常發達。他在第一次呢亞伯拉罕協議簽完之後呢，他就跟阿聯跟摩洛哥呢，就開始合作了。
以色列科技剛剛講過，高科技非常進步，然後能源技術非常進步，再來海水淡化技術非常進步。因為海水淡化呢，所以以色列農業技術非常進步。我看過一個影片，就是以色列在那溫室裡面種瓜啊，它可以精準控制到每一顆瓜每多少小時可以被餵一次水，這麼精確。我隨便講，比如說甜瓜啊，這樣結合，他要算到好6個小時要餵多少 cc 水給他，6個小時餵到每個瓜這樣餵啊，厲害到這種地步。那這地方很多都是這個沙漠地區，然後農業都很困難，以色列就把這些一部分技術呢就傳給他們，所以這個貿易額幾十億美元，這對地區國家來說都是很大的收入啊。這是第一大塊。第二大塊，以色列因為跟周邊國家打仗打了幾十年，所以防衛呢做得非常好。以色列現在最有名就是鐵穹系統，他現在把一部分鐵穹技術呢給了阿聯。啊，包括防空跟雷達技術，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進展了。也就是說，阿聯至少面對這個伊朗攻擊呢，就你可以看到有些就蠻有效的反擊呢就出現了。第三塊就是現在我們不是說網絡或者說這些 AI 這些很進步嘛，然後這都是未來明日科技的這個走向嘛。所以美國、以色列、阿聯跟着巴林呢，推動的叫做中東聯合網絡防禦中心，也加上情報跟資訊的交換，這樣子面對伊朗的威脅呢，大家就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叫做防禦平台呢，去面對它。所以現在看起來，所以你說川普有沒有興趣繼續推動亞伯拉罕協議？當然有啊，對不對？川普還說啊，不曉得真假啊，他現在是。就這幾天的事情吧，他說，希望大家都來參加，然後這個，譬如說沙烏地，希望你來簽，卡達簽，土耳其簽，埃及、約旦、巴基斯坦都簽，然後簽完之後呢，大家都來跟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等到沙烏地什麼都簽完之後呢，說不定伊朗問題解決，我請伊朗也來簽，哎，這個就很了不起了，你不要說伊朗。就算伊朗不簽，剛剛那些國家簽了一半呢，他都可以得諾貝爾和平獎了。奧巴馬什麼事都沒做，剛剛上台第一天就得諾貝爾和平獎，你覺得川普看了不生氣嗎？他是很在意這東西的，所以他覺得他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坦白說，我覺得他是可以得了，只是大家覺得不喜歡他罷了。當然，川普講話有個討厭的地方，他說大家要簽，不簽的話表示你不贊成，表示你敵對國家。這話講得重了啦，不過他常常搞極限施壓，有的時候我常常覺得，你回去看看雷根怎麼講話嘛。你如果講話更像雷根，很多事情可能已經做成了；你講話太像川普了，所以很多事情沒做成。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老師，我們今天這樣聊完之後，你怎麼看接下來後續的可能的一些發展呢？哇，其實蠻複雜的，當然，我們這一集是沒辦法講完了。這個中東問題呢，就像我說的，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呢，我若願意的話，講一個學期都沒問題。當然，我們也不能把時間都花在上頭，所以還得講了很多其他地方。就光說現在我們看到問題啊，第一，我不認為就算簽了和平協議或停火協議之後呢，伊朗問題就解決。伊朗還內部問題，他的神權政體統治從1979到現在40幾年。很多老百姓被這個教育也好，被洗腦也好，至少是相當程度接受。你先看他影片，你就可以知道，所以相當程度接受那套說法。所以這套激進思想對老百姓的教育跟動員呢，其實有相當程度。你說一下扭轉過來，不是那麼容易。這第一個。第二就是革命衛隊，革命衛隊它不是單是一支軍隊，革命衛隊掌握了伊朗的政治、經濟跟軍事的大權。甚至還有外交，一部分的外交都在他手上，所以革命衛隊的這個勢力怎麼不要說打掉了，怎麼淡化都不容易。好，把這兩個因素加起來呢，伊朗就有幾種可能的走向。第一個就是比較溫和的，比較希望改革的，比較世俗的，跟神權跟革命衛隊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怎麼理順？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這段時間呢，伊朗有很多動作的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有人說啊，他們在唱黑白臉，我說可能不是，可能是溫和派想這樣做，就最激進派這樣做了，然後雙方呢，因為內部鬥爭結果呢，導致對外動作的這個看起來的矛盾，這第一種。第二種就是改革派跟神權派或跟革命衛隊這種摩擦，如果變得更加激烈的話，按照政治鬥爭的邏輯的話，改革派相對是比較弱勢的，所以改革派要面对一個比較強勢的、手上握有槍的這支政治力量，他怎麼辦呢？動員群眾。所以改革派動員群眾或溫和派動員群眾。那如果成功動員的話呢，那就是人民起義。起義不一定成功，起義不一定成功，革命也不一定成功，但起義了。那如果革命成功了，那一舉推翻神權政權，伊朗世俗化了，然後伊朗變成一個新的中東地區民主國家，那固然是很順利的情況。萬一革命起來了，推翻了神權政府之後，但是沒有一支政治力量能夠有效掌控這個國家，那怎麼辦？孫中山在這個袁世凱結束之後，沒有人能統一中國呀，沒有軍閥能統一中國，就要靠北伐嘛。所以就是看起來當權的那個人被推翻掉之後，並不是所有問題因此而解決，所以可能還有更複雜問題。那會不會內亂啦？會不會分裂啦？甚至會不會內戰啦？這我們都不知道。所以對西方國家也好，甚至對周邊國家也好呢，他們也在評估說，萬一伊朗走了這步怎麼辦？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就是我們過去講過，對於俄羅斯來說，伊朗非常重要。那對於中共來說，伊朗非常重要。伊朗走到今天這一步，俄羅斯想幫忙，但是我猜俄羅斯更多是有心無力。但對中共來說，他可能還有點力量，他現在至少有相當實力。對中共來說呢，我現在支持這個神權派，然後我支持這個革命衛隊，因為你們跟我關係友好，然後你們跟西方对抗，正是我需要的。那萬一神權派倒掉了，然後伊朗整個變天了，那我中共可以怎麼辦呢？我跳過你們，直接我去幫助真主黨，我幫助哈馬斯，我幫助胡提組織，然後幫助伊拉克跟敘利亞的實驗民兵，我可以這樣做，因為我也不是沒有管道。所以換句話說，伊朗固然是當地亂源，但有個更遙遠的那個亂源，你清不清得掉啊？所以這些都蠻麻煩的。更何況過去我們就講過，說中東地區呢，它有宗教問題啦、種族問題啦。然後石油問題啦、水源問題啦、領土問題啦，還有外力干預的問題，這些呢都是說的少是1000多年吧，說的多是2、3千年甚至4000年的一個問題。你說這下伊朗問題解決都解決了，我覺得不太容易，所以我們將來還有的談的啦。所以至少伊朗問題我們談到這樣就是比較輪廓清楚一點而已，我只能這麼說。是哦，透過明老師的說明，大家可以第一手比較了解一下目前美國、以色列、伊朗相互之間他們聯動的中東的一些情勢的一個狀況哦。那今天很謝謝明老師，謝謝，那也感謝大家的收看。喜歡我們這一集節目，也歡迎幫我們轉傳、按讚、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再次感謝大家。對啊，老師如果照這樣講，我想當然啦，剛剛談到俄羅斯看起來現在當然應該真是力有未逮了。中國的角色一直很有趣，顯然如果另外一個叫做美這個伊跟中的這種三角關係，這好像也是另外一個有趣的聯動的狀況。我覺得中共當然有的影響力的，對影響力到多大這可以研究，但它一定有影響力，因為你不要說別的，它長期提供援助，然後跟這邊推經貿合作、推一帶一路，它當然有它影響力，這點毫無疑問。這會不會就是大家擔心的，川普就是有可能會犧牲台灣，又把台灣當籌碼？那不會，那不會，因為對川普來說，台灣這張牌太大了，太重要了，這個東西不能隨便放。台灣牌我哪怕剪下一角給你，你都要拿很大的代價來換，因為否則我損失可能更大，所以他自己說嘛，他是一個很好的這個討價還價籌碼，這籌碼這樣說吧，我這樣打比方比較好。這是我的台灣牌，，我打下去就沒用了。最有用什麼時候？
我威脅要打的時候，就還沒對，但我不会真打。我每次把牌一拿起来，哎，那就有用了。但我不能打下去就沒了，對不对？所以台灣牌是這個意思。對啊，因為很多人大概這段期間在認知戰又說，你看吧，川普去拜訪習近平之後，你看軍購馬上就又好像會變卦，所以顯然川普需要借由習大大去幫忙排解這個伊朗的問題，否則他這個11月的期中選舉就不好選。大概就有談到這個川普現在深陷危機，然後要中共來出手，以至於台灣又要被犧牲。絕對不會走到那一步。那我要這樣講，我說，其實我上次講過的話，我說川普跟他的團隊必須非常非常非常笨，才會把台灣讓掉。當然了，你說卡特當年就這麼笨過，所以對中國來說，我看看川普是別這麼笨，我試試看，就這樣。那是我對中國來說，我不試白不試啊。我試試看，說不定就拿到了，那不是就沒有就算了嘛，就是這樣嘛。不過這某種程度其實也像我剛剛說的，其實在這一連串的外交事件裡面，我相信很多的國家對於中共的承諾可能不認為，而且包含你說外交的、國防的，還有以前他們自己最驕傲的經濟，覺得哦，你只要靠我，我就會給你很多的利多。顯然中國現在經濟自顧不暇，不可能的，不可能。那時候我就講，所以當時什麼很多國家跑去說要跟中國建交會得到什麼好處，我說不可能。我說你回去查記錄，就是他跟人家建交之後有多少次爽約，多少次就是我們叫空手套白狼了，對不對？所以值得來關注。對，謝謝老師，哪裡？謝謝。謝謝。